这是以前 DIY 的后级放大。这台 DIY 详细介绍的文章在下面说明栏。现在我想把放大电路重新设计，只留机壳及电源，等于换一台新机了。等等，线路还没设计呢。这是一个全平衡放大器，输入及2个 OP amp 是一个仪表放大电路，作为平衡输入的正负分相器。后面2级主放大电路实际是2个分散零件组合的电流回收放大电路。整体电路是这样，还有 DC servo 用于主放大器上。这4组放大电路各自有回收回路，没有总体回收，可实现超低 TIM 的目标。设计好线路后再设计 PCB。还有功率晶体 PCB。Layout 完成后送洗，寄来这些 PCB。新线路确定，现在可以拆机了。就设计的内部。毫不客气的全拆了。只留两侧2片红色正负12伏稳压板及中间那片喇叭保护器。拆除旧功率模组。开始焊 PCB 零件。买了这个小仪表，量一下电晶体，虽然配对不准，聊胜于无。焊好了。偏压晶体外接，因为这晶体要锁在散热片上。没有功率晶体的驱动板，加2个电阻，1个电容。驱动晶体即有负回收回路，即可在没功率晶体下直接测试板子。接上正负电源，调整偏压，再用示波器看板子是否正常工作。再来焊功率晶体板。3D 印制的功率晶体弯角制具。
较小的驱动晶体弯角支具。主放大电路，散热片装好了。调整偏压，电压表接在功率晶体射击电阻上。旋转偏压可变电阻。调到30毫伏，30毫伏除以射击电阻0.22欧姆，约等于136毫安培。共有3颗功率晶体并联，乘以3，约等于400毫安培。这就是一组放大器的静态电流，0.4安培。检查所有 NPN、PNP 功率晶体共6颗，每个晶体静态电流应该差不多。总共有4组放大器，要重复4次调整动作。原本本机没有喇叭保护器的控制，用12伏，直接从放大器的主电源加电阻降压给喇叭保护器。现在把它拆了，因为在百宝箱内找到1颗小12伏变压器。12伏特小变压器 ，PCB 尺寸不对，用3D 印制一个转换支架。将变压器装在被拆除掉旧板子的位置。这机器已经10几20年，主电源滤波电容还是换掉吧。上面的电容全部拆解下来，拆光了。在 Mouser 看到一批 Nikon Long Life 电容很便宜，立刻下单购买。电源部分我不使用 Nikon Audio Grade 电容，因为寿命都不长，宁愿选用105度5000小时长寿电容。
这次购买了足够数量的电容，将 PC 板全部装满，并在输出端并联 4.7 维法拉 Rifa PA7 450pp 电容，和原先比起来是升级不少。现在，将两侧主放大散热片装回去。两侧主放大散热片组合好了，内部接线也接完成，所有接线检查再检查，确认没有任何错误。现在准备第一次按下电源钮，心里很紧张。哇，很稳定安静的通电了，看来装机成功了。赶快量一下右边终点输出。大概88毫伏特，过关。再量左边终点，大概68毫伏特，更好，当然过关。接上4欧姆假负载，因为这机器太大太重，无法放在我的工作桌上，因此 USB 是波器无法接电脑派不上用场，所以又买了一台很便宜单频道小式波器，看加载后的波形。本机的频率响应极佳，主放大，在工作桌上没有加负载测试时，到65赫兹方波都还很漂亮。现在加负载测试，一律以20赫兹测试。加负载时，20赫兹方波输出，波形一段一段的，感觉是便宜是波器受干扰。先加到100瓦，只测短时间，因为假负载只能承受200瓦，而且没锁散热片。之后以10伏特 RMS 约25瓦长时间 burn-in 测试。测试完成了，接上讯号线及喇叭线。再次开机，已经不紧张了。放一首音乐。试听一阵子后，声音很满意，和我的参考机 Climo 管机比起来，本机频宽很多，低频下潜很惊人。当然 Climo 只有35瓦，本机8欧姆、200瓦、4欧姆、400瓦根本不同等级。高频也很柔美，完全不输管机。令我意外的是，音场深度，也就是乐器前后的感觉很明显。也许是全平衡架构使杂讯抵消、低杂音的关系吧。